位健康1+1还有啾啾健康咖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您现在是正在通勤、煮饭，还是滑手机边吃宵夜，欢迎来到啾啾健康咖，我是啾啾。那今天呢是在啾啾新频道啾啾健康咖直播的日子，然后顺便通知一下哦，其实因为啾啾对于健康1+1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啾啾开了一个新的频道，然后未来呢将邀请我的医生朋友们、大咖们在这里不藏私，分享生活还有健康。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呢，其实你我身边应该超级常见的状况，就是高血压。很多人以为高血压只有是长辈的事情，错。其实现在40岁以下的人也一堆人中标，有的人40岁不到，早上起床就会头痛啊，晚上睡不着，结果去医院一量血压才发现根本就超标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来2位超强的嘉宾，那这2位嘉宾大家都很熟悉哦，一位是可以营养顾问、咨询顾问黄以玲营养师，那第2位呢就是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刘教授。我们今天要用东西方的医学来帮助大家无痛降血压。我们会在节目中聊一下为什么血压会失控，还有我们常听到的 DASH 得舒饮食到底是什么？中医怎么看压力型的血压？还有怎么吃怎么睡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回到平衡？所以您是不是以为血压高就是吃太咸？其实可能让你血压飙高的原因跟你每天在做的几件事情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也曾经默默担心过，哎呀，我的血压好像有一点高，那么这一集绝对请您要值得继续看下去。那记得呢，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增长起来。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2位嘉宾，以玲营养师您好。嗨，舅舅好，刘教授好，然后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第2位是刘教授，刘教授好。你好，你好，黄医师好，那个舅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这里聊一聊关于血压高的问题。我们过去真的是以为年龄大啦就是血压高，但是最近真的年轻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人还出现严重的就是脑血管出血。所以我想请问一下2位嘉宾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年龄嘛，还有比如说饮食啊、生活啊，那到底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先请教刘教授，怎么来看到高血压的？这个中医角度高血压呢，特别是现代社会，你像早期呢，现在很多都和肝系统有关。当然，我讲的肝系统，这里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经络系统啊，它是肝经呢是从我们的脚啊一直往上走到头部，所以一般呢是和我们的情绪和压力有关系。这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是一致的。很多人呢，上班族啊，包括这个当老板的，他很多压力特别高啊。我现在就是说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年轻化的。以前我们认为高血压都是60岁以上的，现在我们遇到都是40多岁以上都有了，甚至离谱的都是35岁也有的，就血压高了。所以中医看呢，就是这个肝阳，比如说肝火旺啊，肝阳上亢啊，最后呢就是血压比较高表现什么。那么这个一般的朋友们会出现什么呢？容易头晕头痛啊，再容易脾气容易急。但是呢也要注意，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我遇到一个就是当小老板在这边，因为他管理公司也挺紧张的啊，就是每年他这个盈利也比较高，但是操心的事儿也特别多。就是说偶尔我说你要量量血压，为什么呢？我号他的脉啊特别悬静，就是他的脉特别绷的特别厉害。其实这就意味着你的血液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特别高嘛。我一号他的这个脉呢，结果他的这个收缩压160。那么舒张压呢达到95了，已经，就说他才40刚出头。我说你这个要引起重视了。然后就是说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的。当然就是说我们分析原因就是和这个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其中之一呢就是紧张。当然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估计等会儿这个黄医师也会继续细致的给大家分析这个饮食方面如何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吃的这个预防血压。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以玲营养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到底为什么会造成高血压的呢？其实我们去分析影响血压的因素，第一个像是心脏病，
或者是肾脏病，它本来病理上面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血压。那另外是一个是高血脂那就是我们的血液的那个流动比较慢，然后粘稠度比较高的时候，然后特别如果后面又造成那个血管硬化啦，或者是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弹性变差的时候，那血压也会跟着被影响。那当然其他的一个像情绪或者是压力，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压力荷尔蒙，这个对我们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影响那也是会引起这个荷尔蒙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我们血压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像是天气冷，血管收缩，这也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偏高所以很多情境都会让我们的血压上来那如果说是病理性的一个部分的话，那其实应该要先去做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那饮食上面的话呢，其实有很多是我们自己不自觉吃了譬如说盐分太高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钾的一个食物吃的比较少的时候，这个水分的一个代谢调节变得比较差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最近我们比较常讨论的叫做精制糖的一个摄取。那精制糖的摄取吃得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胰岛素那就会大量分泌。那如果说长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胰岛素大量分泌，那可能就会形成这个叫做高胰岛素血症这个部分。那胰岛素太多在我们血管里面，那对我们肾脏对钠盐的排出也会影响所以就是为什么吃太多甜也会影响到血压这个部分那就会跟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的一个作用相关啦那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饮食上面呢纤维吃的不足那纤维吃的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血脂的一个调节就会受影响。所以其实很多人的高血压会是因为高胆固醇或者是高三酸甘油脂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是检查出来如果是肾脏的问题，那其实就要先去治疗肾脏。如果是心脏的问题，这个就要先去心脏科。那再来的话就是血脂高，那如果说稍高，我们饮食可以先控制；如果太高，可能还是要药物的一个介入，先让血脂降下来。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一个血压的影响就会比较少一点那另外我们会讨论到的就是油脂。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油脂是Omega 6的一个摄取比较多那 Omega 6的油脂吃的比较多的时候，身体比较容易处在发炎的一个状态下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像是血管内皮啦，或者是血脂的一个氧化啦这样子变成说我们的周状动脉硬化或者血管硬化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比较多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所以这个在我们营养上饮食上面会特别留心这几个部分。是，其实刚才以林营养师还有刘教授都提到，不管是生活饮食方面，对我们的血压都很有影响，而且也提到了跟心脏有关系。其实检查出来，大部分高血压的人，其实很多都有心脏疾病。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中医来看，饮食其实对我们的血压也很有影响，对不对？其实刘教授像中医讲到就是肥甘味厚这个为什么也是会这个是不是跟营养学也是很 match 的对，刚才那个黄医师他讲的非常细。就现代医学呢，可能它更加是微观的，他研究人体，比如说你这个细胞层面的代谢。那么古人呢，中医传统医学呢，他讲这个宏观多一点，因为讲微观比较少一点，当然受这个技术的限制。那么这个过去你看到很多古籍呢，他提到说这个为什么出现疾病呢？饮食失调是重要的一环。其中有一个叫做肥甘厚味。肥甘厚味呢，肥我们知道是高脂肪的东西，对吧？因为古代呢也是这个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你就是有点钱的，那么吃的就相对多一点，比如说吃的肉多一点，包括红肉是吧？
各类的这个猪肉啊，那么摄入脂肪多一点。当时就是用这个肥来表示，当然它没有细分这个成分了啊，不像现在你非得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它没有分那么细。但是古人知道说这一家这个生活特别好，结果体特别胖，最后很多人得病了啊。当然他得了各种病，他不一定说单纯高血压，可能古代表现就头晕头痛出现这种，甚至出现中风啊。这是肥。那么肝呢，其实也是就是现在刚才黄营养师讲的那个碳水化合物有关系，吃的特别甜，因为古代这个有这个粗粮和这个细粮啊，特别是当然就是说富裕的家庭相对吃的比较细啊，那么很多人精加工的，那么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特别多，吃的白米白面特别多，那么相对这个比如收入低的呀，他吃的可能粗粮多，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小时候都是吃什么玉米包括高粱。其实这个东西呢，刚才提到就切合黄营养师提到那个纤维素多，其实相反是好事，虽然是口感不好，但是纤维素摄入比较多。相反那些特别吃这种精加工的细粮的，容易出现什么肥胖出现头晕头痛可能心脏还有问题过去叫胸痹嘛这是这个肝。后味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刺激性的口味，你像后呢，就是说比如说咸，特别咸。像北方呢，你看这个中国大陆北方一般黄河以北都爱吃咸，很多炒菜什么做汤都特别咸。那么这个四川呢，就是特别辣那么还有一些呢地方呢，就是特别，比如说甜味，你像广东南方爱吃甜味，就是每个味道你特别出现偏颇之后不平衡了，它肯定带来失常。那么古人没有分那么细，比如说你这个营养成分到什么，但是他观察到了，说吃这个咸味高的容易发生什么高血压，高血压它过去叫什么头痛头晕包括心脏病。所以说呢，实际上中国古人已经有些认识了，而且这方面呢，它的预防方法呢也更加就是说朴实无华，但是很有效后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是，其实刚才刘教授讲到，跟以林营养师讲到，其实就饮食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尤其是血压。那么有高血压的朋友都知道，饮食上是要减钠的。那这个部分我就想要跟以林营养师来谈谈，因为很少人真的可以接受减盐减到食物好像都没有味道的地步，大家都是很受不了。那所以呢，我们要好好重视钾，这个可以来抗衡钠离子的大工程。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营养师高血压吸收钾它有多重要？那哪些是高钾的食物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钾对我们它是细胞里面的一个矿物质，那钠是在细胞外面，所以它们的一个平衡会调节细胞内外的一个就是水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饮食习惯那第一个就是可能外食变多了，所以我们的口味被改变了所以变得刚刚像那个刘教授说的那个后味的东西就变得多了比较咸啦，比较辣啦。其实像辣椒吃太多，其实对我们的血压也是会影响这种刺激性的一个食物那这个就是我们习惯这样子的口味的时候，就口味就会越吃越重，那等于是我们的钠就摄取的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食品工业很发达，所以我们用的添加剂很多譬如说最初我们会在食物里面添加的就是那个味精味精是脯氨酸钠所以它其实吃起来是鲜甜味，可是它里面含有钠盐那像香肠里面放的一个叫做硝酸钠或亚硝酸钠这个是上面会跟你说这个叫做保色剂就让它颜色变得比较鲜红好看的那其实这个也是钠盐那还有很多的譬如说小苏打也是我们在料理或者是我们加工食品里面很常放的一个添加剂，所以有些这种隐藏性的一个钠盐我们就伴随着我们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食材就吃进去了，所以这个会跟我们以前吃的食物有点不太一样以前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煮，可能
盐放的多，酱油放的多，就咸一点，所以你会吃到觉得会很咸。可是现在很多东西是吃起来不咸，可是它的钠盐也高哈，所以相对的哈，我们的钾的摄取又没那么多的时候，那这个对我们血压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像其实我们像在台湾的一个国民营养调查里面，我们的蔬菜水果的一个平均摄取量其实还是不足的哈。那钾的一个食物来源就是蔬菜跟水果最多哈。那当然其他食物也含有钾，可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钾的来源就是蔬菜水果哈。那像是谷类，像是山药啦、黄地豆啦、马铃薯啦，这些都是钾含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那另外的像深绿色蔬菜哈，那这个像是像台湾有的红凤菜啦哈，或者是白凤菜，或者是苋菜哈。地瓜叶这个钾含量都很高哈，那还有青花菜也是哈，这个都是钾很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食物来源哈。那另外的话，像水果，像哈密瓜、西瓜这种瓜类，然后芭乐、番茄、草莓这几个都是含钾量高的一个食物哈。所以水果我们一般人吃的一个量会比较多，可是有些蔬菜哈，那很多人的一个青菜的摄取量是不足的哈，所以变成说我们的钾的一个摄取相对的就是跟着你蔬菜水果吃的不够哈，那你的钾的一个摄取也不够，那你其他的一个食物又是加工食品啊，或者是添加剂含量多的一个食品啊哈，那这个你的钠盐就多哈，所以这样子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下，血压是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回归比较粗粮哈，或者是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哈，那这种原始形态的一个食物，这个对我们来讲会对血压控制会比较好一点。是，其实刚才营养师提到，就是蔬菜，我们真的是很多吃水果，可是水果其实它糖分也很高，所以其实在挑选水果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但是蔬菜确实大家就吃的真的比较少。那我记得其实营养师也经常推崇说要吃就是彩色的蔬果，所以如果呢你想要避免高血压的发生，你的钠如果吸收的太多的话，不要忘记就是彩虹蔬果一定要，尤其是蔬菜要记得多吃一点。那我们回来谈一谈，就是高血压真的是为什么会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很可能会引发心脏疾病。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哎呦，我又不想吃药一辈子啊，但是又怕血压高会中风，有没有自然一点的方法可以帮忙调节？这时候就要请教一下刘教授，在中医的理论，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来帮助民众来无痛降血压呢？对，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咱得说，黄营养师提到内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因为吃饭我们每天都吃，内是每时每刻的功课。其实按照这个黄营养师那个吃法是非常重要，因为现代人我们选择太多了，我们物质极大丰富，有的时候就掉以轻心了。当然呢，如果您已经出现高血压了，很多时候可能家庭医生说，哎，你现在先改变生活方式，先不用吃药。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我建议呢，中医的介入呢，或者自我治疗的介入。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考虑穴位按摩，因为现在比如说你血压在边上，正好这个高压可能140，那么低压呢可能在这个90这个边上没有太高。这个时候我建议就是说，你自我穴位按摩，这个时候可以把身体退回到比较健康的状态，就是从我自身做起。比如说在临床上看呢，中医大概分几大类型吧，就是说这个高血压，比如说肝阳上亢的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就坐办公室啊，或者是做这个小企业的这个压力特别高，有的特别是我们加拿大这边又是做老板又做员工的这种特别这个压力特别高的，经常出现这个着急，员工打电话，一天我看着有些我那个病人在治疗期间又接到电话了，因为很多事他要处理，亲力亲为，这个时候就是容易肝阳上亢，这个时候就是说太冲穴非常好。太冲穴呢，在民间又叫出气穴，就是说帮你降压的。我们就是说现在分析就是说交感副交感神经了因为交感特别亢奋，那必然就升高血压，加快心率，因为它要供应你身体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气血供应嘛，让你这个脑机能转得更快。它是身体的适应，
但是长期这样这个状态呢，会高而不下了，这个血压老是高就下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用太冲穴给它引下来，这个值得每天都去按摩，因为特别是我们讲的临界高血压这块，因为家庭医生还没让他吃药，对吧？这个时候要天天按。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肝肾阴虚型的。肝肾阴虚型呢，特别适合于现在我们办公室一族，那么运动比较少啊，几乎就是8个小时，然后开车回家了啊，然后坐电梯上楼了，就说轻体力的，很多人是有颈椎病的。其实现在发现那个很多高血压和颈椎的失调是有关系的。当然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你肯定要接受一些专业的治疗。如果是比较临界的，发现哎呀血压有点高，在边界上，同时呢脖子经常酸痛啊，经常一动就有点晕呐，这个时候风池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说每天都要按。那么风池穴呢可以改善脑供血，古人呢他叫平肝息风啊，因为他息风的意思就是说，你晕了之后头晕本来是头晕吗？经过按摩之后头不晕了，它就息风了。实际上你现在医学分析就是改善了脑供血，那么让这个大脑呢没那么这个缺血状态了，它自然就不晕了嘛。那么同时血压在降低了。那么这个类型呢，当然就是说，如果真正有颈椎病了，还是要当然配合系统的治疗颈椎的问题啊，这是第二个类型。还有第三个类型呢，就是适合现在特别我们年轻人经常家里不开火的啊，经常吃外卖。刚才那个黄医师提到了，经常去外边吃东西。我们知道这个餐馆呢，他为了吸引客人，他肯定要加很多东西的，他要期待你下次还要再来嘛，他不可能呀，对吧？吃也好，他没感觉，下次不来了。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肝胆脾胃湿热型，这种朋友们呢，一般容易出现什么舌苔特别厚，经常容易口苦，口气特别大，就是湿热比较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穴位可以清热化湿，当然推荐一个手上穴位，我们就是少府穴。这个少府穴呢，它属于这个心经的啊。心经我们知道，其实中医讲的心，它和神有关系，和我们的精神状态有关系，和我们这个火气有关系。所以少府穴呢可以清火、清热，可以帮助我们降压。特别是有高血压啊，经常伴有失眠、烦躁那种啊。经常我们看到有些血压一高，经常出现心烦，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少府穴呢就特别适合。当然主要是这3种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啊，将来有机会我们再介绍啊。是，这个血压就是降血压，按穴位真的是很有帮助。而且，其实刘教授您刚才提到那3种体质，我发现现代人其实很多都有。你说2点一线啊，而且很少运动啊，或者是压力很大，老在坐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好像外食族，好像几乎全中，所以尽量如果您方便的话，你在办公桌上可以按按你的穴位啊，手部穴位按一按，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好，那么我们再说到刚才提到饮食嘛，就要请教一下黄营养师了。这个饮食方面这怎么样来吃是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来控制我们的血压？一定要请教您。第一个就是就是自己的口味呢，就是不要随着外面的一个口味，然后一直想吃这种重口味的一个食物啦，因为我们对口味的一个其实是一种习惯哈，那你就是越来越习惯重口味，那你对清淡的一个饮食你可能就比较难接受。那再来的话就是尽量不吃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是应急的时候或者是你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偶尔吃就好。那一般应该还是挑新鲜的，以新鲜的为主哈。那当然，蔬菜的量跟水果的量，这个摄取的要足够哈。那等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讲德蔬饮食呢，它会建议比较多的一个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取量哈。那当然有很多可以就是说抗压力的一个饮食，譬如说你的蛋白质要吃得够哈，那这个对我们的一个压力抗压哈比较有帮助的。那再来的话，你的油脂。那特别是像是 Omega-3 的一个油脂可以抗发炎，然后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譬如说大脑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视力啦哈，让它
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哈，因为这个对 Omega-3的一个油脂对我们的一个心血管、对血压都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在我们的油脂的一个选择上，像如果说出去外面吃，可能大概都会吃到 Omega-6的一个油脂，那 Omega-3的油脂一定是要我们自己在家里去选择，譬如说是亚麻仁油啦，或者是紫苏籽油，这样子 Omega-3的一个比例才会比较高，才吃得到这样 Omega-3的一个油脂哈。那或者是选择 Omega-9，像橄榄油、苦茶油这样的油脂哈，身体比较不会发炎，那对我们的血脂也比较能够调节的一个油脂哈。这个对我们的降血压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在我们几个食材的一个挑选呢，还有自己的味觉的一个训练哈。那像很多长时间吃外面的一个朋友，那我会有时候会建议他们就是找个一天哈，就是类似像轻断食一样，那就是吃水果，喝点豆浆，喝点牛奶，那让我们的一个味觉哈，不要一直去一直接触到重口味的，那吃个2-3天这种很淡的一个口味的一个食物呢，其实再去吃其他食物的时候，那更能够去知道我们这些食材的原味。其实刚才以琳营养师您有提到，就是我们要训练一下我们的口味，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是可以训练，就像运动也可以训练。有时候啊，我们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训练我们的一个习惯哦，你慢慢的去加强，然后适合你的体质，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刚刚以琳营养师讲到德叔饮食，我们等一下会来请教他，但是我们再来跟刘教授来讨论，因为呢，其实中医不管是穴位也好啊，还有一些药茶啦、茶饮啊，还有药膳，都对我们的身体调理很有帮助。那么如果要讲降血压的话，有没有一些药膳或者茶饮可以来推荐给大家呢？刘教授？有一些，特别是临界高血压，比如说这个还没有用西药之前，最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刚才黄营养师提到那些健康的饮食的这个建议非常重要。其实每时每刻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如果吃的不健康，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膳食疗。这个是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文化，也是中国人很多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非常简单的第一款，我们用点玉米须啊。玉米须呢，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去超市啊，去买那个新鲜的，因为这边北美很多超市卖那个新鲜的玉米，它里头那个须子就可以。就是说，它这个须呢，每次你得用60克，量要大一点点啊，不是一般的10克、20克的。60克之后呢，给它加水煎服。在这个传统医学认为啊，玉米须它性味甘平，确实是它没有特别的什么苦味啊。再一个呢，关键它能利小便。通过利小便的方式来降血压，这个和现代医学也是吻合的。现代医学现在我们很多那个什么乙达帕胺呐，就利尿剂来降血压也是起效的。当然，它那个西药更加强力一点，针对已经是诊断的高血压。我们现在讲预防，对吧？那玉米须给它煎汤，针对治疗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血压在边界上的可以吃，可以经常煲这个汤。再一个，如果出现已经血压比较高，同时水肿比较厉害的。特别是有些甚至吃了降压药，你知道吧？有些效果也不是太好，甚至出现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下肢水肿。这个时候用玉米须呢，可以帮助利小便，辅助这个西药的治疗，它没有冲突的，一般的。这是玉米须的降压。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推荐呢，比如说这个花生。花生呢，在北方呢，它叫长生果或者长寿果啊。这个花生呢，就是说吃花生特别好。当然呢，现在分析营养成分，它很多不饱和脂肪酸了，包括软磷脂含量特别高。那么花生口感又特别好。这个时候怎么做呢？一般是用这个醋泡。醋呢，以前民间呢用很多醋啊，比如说和其他食材弄在一起，可以确实他认为可以软化血管呐、降血脂啊，有道理。那么这个花生呢，我们最好用这个500克就准备一下，然后用醋啊给它加满，然后泡1个礼拜。泡1周左右，那么然后每次呢吃10粒啊，早晚2次。一般的呢吃了之后呢，其实大概，比如说大概1周左右吧，这个血压就可以慢慢
有所变化了。当然呢，就是说一定要持之以恒啊，因为它这个降血压它比较缓和的。我们讲的所有药膳食疗啊，它降血压都比较缓和。因为这个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花生有很多这个功效了啊，它营养的功效，比如说增加微血管的弹性。我们知道高血压现在研究发现，它真正的机理呢，除了这个外在很多因素之外呢，它是很多那个微血管小动脉的痉挛。这个小动脉痉挛呢，可以我理解是人体在自救，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呢，或者外在压力啊，或者你的动脉硬化了呀，这个时候身体需要很多细胞需要更多的血液营养，但是你动脉已经硬化了，对吧？必须身体来提高这个压力，把这个很多营养和氧气打入到细胞去，这样才能实现它的这个细胞的正常功能。这个有这个它的正向作用，但是也有负面作用。负面作用就是血压升高了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本身健康了，对吧？它的这个动脉硬化减少了，痉挛下降了，弹性增加了，那肯定，那么你的血压就慢慢下降了。而且还发现呢，花生可以预防什么心脏病啊，包括这个脑溢血，预防中风的发生啊，都有作用。你比如说这个胆固醇的沉积，除了刚才提到的营养素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类的、油类的、欧米伽的这些东西啊，多吃一点。那么食物也是，其实花生很多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食疗的方法，比较开心的啊，把血压给它调节下来啊，无痛降血压，对啊，对，是。那另外还有一个茶饮，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再推荐一下？对，最后呢，我想推荐一个茶饮，特别适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有脾胃湿热的，经常是外头吃大餐的，吃大餐之后呢，很多年轻人像中年以上开始血压高了，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眼睛干涩呀，而且有些人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啊，明显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用什么呢？传统就是菊花，菊花我们知道可以在中医讲是清肝明目啊，清肝明目可以泻火。这个决明子，决明子呢，一般在中医认为清肝明目，还可以通大便、降血压。那么枸杞子呢，它是滋补肝肾的，属于治本之法。所以前两味药呢，像菊花、决明子，它是治标，重点针对我们讲的肝阳上亢。但是肝阳为什么上亢呢？是因为阴阳它是平衡的嘛，是阴虚了，阳才亢。所以说它要平肝阳，同时要滋这个阴虚，所以枸杞子。那么总体呢，这三味药呢，清肝明目啊，降压降脂安神，特别适合比如说你肝火旺，经常容易着急啊，甭管男士女士啊，着急啊，有的经常我们知道妈妈经常和孩子着急啊，对吧？这个时候眼睛经常干涩呀，然后经常容易头晕呐，有的人甚至说我这个以前脾气特别好，结果最近呢这个经常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啊，本来很理性的一个人，这个时候就阴虚了。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些女性更年期左右的，前不久我经常遇到这个我的患者啊，他经常说，哎呀，以前就是觉得很理性的一个人啊，怎么突然容易控制不住的对先生发火，对孩子发火？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一款啊，菊花、决明子加点枸杞子，口味也不错啊，适合每天喝一喝。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刚才刘教授你讲到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我好像之前在更年期这个章节里面有跟很多观众朋友分享，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太太就是正在经历更年期，他说他突然间变得脾气非常的暴躁。哎，我说怎么会这样？他一直都很温和。他说因为他正在更年期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我想如果有正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可以来喝一下这个茶饮。但是有一个问题要继续跟刘教授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有的人就是高血压的人，他已经在吃降压药，那这样还可以吃补品，或者是吃这些茶饮啊、中药吗？对，这个要重视了，要注意，因为有些中药确实和西药会发生反应。你比如说，你这个本来是降压的，但是有些中药它会升阳。最明显的就是甘草。我们甘草，我们临床上都有体会，很多甘草你稍微用点量大了，它会升高血压，而且导致钾的流失，甚至出现什么呢？血压又高，同时下肢出现严重的水肿。啊，以前我们读老中医医院也发现啊，比如说你这个甘草用的20克就比较高了。甚至15克都出现这个血压升高水肿。再一个附子和人参，我们知道附子和人参在传统中医它是救逆的，救逆
救逆救什么逆呢？就是低血压休克，就是出现这个头晕了、血压比较低的时候用附子人参。所以相反来讲，如果你本来血压已经高了，你再吃附子人参肯定容易升高血压。特别是有些比如说老人家，他有一些看节目说要补一补啊，吃点参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血压已经再高了，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吃人参了。再一个附子也是，有些火锅呀，经常搁点附子，要重视。特别吃外卖的，因为有些老板不一定告诉你啊，结果你吃了他的火锅之后回来血压升高了，可能还有附子，一定要小心。再一个银杏和丹参，你比如说有些本来就说好多人血压高，同时还服用这个抗凝剂啊，就 blood thinner， 比如说阿司匹林啊或其他的这个肝素啊，这个时候你要活血化瘀药一定要慎用，包括银杏的制品啊，包括丹参啊，因为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啊，一定要引起重视的，我觉得一定要咨询专业医师啊。我想这个提醒很重要，因为我们都一直觉得，就中药其实中药材都很温和，但是有一些药性它是会互相抗衡的，所以还是要互相交互作用，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如果你在服降压药，千万不要自行去药店啊、中草药店买一些中药来补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跟医生来做沟通。好，那其实我们再回到饮食的部分，因为饮食对高血压的影响真的是很大，但是刚才就是以林营养师你也提到很多外食族群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外食族群要挑饮食就是还蛮难的，所以我想具体请教一下以林营养师哦，如果说这些要避免高血压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有哪些食物应该是特别要避免，哪些食物是特别推荐的呢？外食的话，其实像中式的一些譬如说重口味的一种料理方式，譬如说像红烧啦，或者是糖醋啦这种的比较重口味的一个方式，那添加的一个调味料会比较多，所以这样子的盐分摄取可能也会比较高。那另外的话，其实像台湾有很多小吃会有很多的酱料，好，那这种的酱料的一个就是淋上去之后，我们也会吃到比较多的一个盐分哈，所以酱料的一个使用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要注意的哈。所以如果可以挑食物的原味，会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好哈。所以像有一些像外食的一个汤哈，那可能也会稍微咸一点。那我们可能就是吃汤里面的一些食材就好。那汤就是喝个1口2口这样子就好，你不要整碗汤都把它喝完哈。那这样子对钠盐的摄取也会稍微好一点哈。那像台湾也有很多是像干面啦，或者是有些抄手啦，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酱料拌在我们的主食上面，像是卤肉饭啦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呢，这样子对我们来讲也是会增加蛮多的一个盐分的一个摄取哈。所以外食的话，那尽量就是吃比较譬如说汤的话，就是吃它的食材，那盐分多的汤就不要再喝，那选择新鲜调理的哈。那有1、2道可能是重口味，那其他的你选择可能是蒸的、煮的哈，或者是卤的、炖的哈，这样子比较不会添加太多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烹调方式哈，这个可以多选一点哈。那再来的话，那像中式热炒可能会加比较多的，像是有的会加一些味精啊，或其他的一个鲜味剂哈，那这个都会是盐分钠盐比较高的哈，所以有时候反而是西式的一种料理，它的一个这种鲜味剂的一个添加会少一点，所以外食的时候，譬如说像烤鸡啦，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西式的沙拉啦，用油醋啦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搭配哈，这样子的话可以吃到比较多的一个蔬菜哈，那再来的话，那个盐分的一个控制也会比较好一点哈，所以外食的话，尽量就是还是口味要清淡一点。那油炸的也应该尽量避免，因为太多的一个油脂，第一个会影响到我们胰岛素的一个
敏感度。那再来的话，就是它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发炎哈。那这个对我们的一个血压血脂的控制也比较不利哈。所以蒸煮、烤、卤、炖哈，或者是一些凉拌的一种烹调方式，这个可以优先去做一个选择。是，我想这个除了吃原型食物之外，除了就是我们用的在外面饮食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不过我觉得在家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记得我在哈佛医学院上这个饮食营养课程的时候，就是有我们的教授就告诉我们，其实你去看就是那个标签，我们的各种调味料的标签，对，哇，我才发现其实我们华人的饮食那个各种调味料的钠含量都非常的超标，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我们自己在家里用这些调味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就说到饮食，我们就是要请教一下，还是要请教以琳营养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德舒饮食哦，它是一种专门为降高血压而设计的饮食法，而且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来推广。那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德舒饮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可以帮助降血压？我们应该怎么吃呢？德舒饮食是就是说它本身 DASH 的缩写就是一个膳食可以达成血压降下来的一个目的的一个饮食。那它的原则呢，最重要的就是它是高钾、高钙、高镁、高纤维，然后低饱和脂肪多元不饱和脂肪比较多的一个饮食方式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对我们的一个心血管跟血压是很有帮助的。那可是对某一些人其实是不适用的所以在如果自己要执行德舒饮食的时候，先要去看看说自己的生理状态是不是适合。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一个慢性肾病变，或者是已经是一个洗肾病患的话，那这个饮食就比较不建议因为高钾，那特别是有一些洗肾患者，如果血钾过高，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譬如说休克或者是心律不整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高钾的一个饮食呢除了这个肾脏病的一个病患之外，那还有就是如果已经吃某一些降压药，那有一些降压药它可以保留我们钾多留在身体里面减少钾的一个排除所以如果你又在吃高钾的饮食，可能有可能造成高血钾症的时候，这个也会有一些风险所以要看一下我们自己吃的一个降血压药是不是有保留钾的一个功能如果是的话，那这个饮食的一个要执行的话，最好还是跟医生或跟我们讨论一下，再来去做一个执行那再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它是一个高纤维的一个饮食，所以肠胃道有病变或者是手术完或者是你肠胃消化道有手术完的个案，或者是有胃溃疡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状况的就是消化道功能的一个问题的个案的话，在执行这个饮食之前，也最好跟医生或跟我们讨论一下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再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吃法，我们会建议就是蔬菜水果的分量会增加很多，那水果对我们的血糖会影响比较大，所以糖尿病患者也是要跟营养师讨论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执行的细节可能要再做调整那德舒饮食有5个原则啦，那我们就是把它增加就是我们的一个钾的一个摄取，譬如说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主食尽量选全谷杂粮类那这样子的全谷杂粮类，第一个纤维高，含钾量也高所以这个可以有些谷类的镁的含量也高所以这个钙镁钾纤维那把它用这个粗粮或者是我们说的根茎类，像是山药刚刚讲的黄地豆这个对我们的一个像那个薏仁这个去取代我们的一个白饭或白面条这个是一个原则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蔬菜水果的摄取量要增加，会比我们一般建议量来的多一些哈。那像癌症的个案，我们会建议或者预防癌症，我们会建议蔬果579。那在得蔬饮食，我们建议的蔬菜就会是5份，水果也5份哈，所以跟我们一般饮食指南建议的量会多一些，特别是水果要吃到5份这么多哈。那对有一些譬如说血糖控制有问题的哈，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哈。那这个会是也一样是纤维跟我们的一个钾离子的一个摄取会比较高一点哈。那很多的水果含有镁，好像香蕉、奇异果这些镁含量都很高。那另外的话，我们的深绿色蔬菜哈，这个镁的含量也很高哈。那钙质或者是钾或者是镁的一个摄取哈，这3个对我们的一个血压控制都有帮助哈。所以第3个原则。牛奶的建议摄取也会比一般多一点哈。原则上我们会建议用低脂的一个牛奶哈。那喝牛奶还是摄取钙质比较轻松的一种方式啦。那如果没有办法喝牛奶，对牛奶过敏的话，那也要挑其他，譬如说深绿色蔬菜钙质含量高，那再来的话像黑芝麻钙质含量高，海藻类钙质含量高，这样子的一个食材去增加我们的钙的一个摄取哈。那另外的话会建议用坚果哈，那尽量不吃太多的一个油炸的一个食物哈，那尽量用比较好的油脂去取代坏的油脂。那当然我们的一个肉类就会建议就是白肉多一点，那红肉少一点哈。那以白肉为主，或者是以植物性蛋白质为主哈，像比如说我们常喝的豆浆啦，我们吃的豆腐啦哈，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植物性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哈。这个也是在得蔬饮食里面我们会建议的哈。那大概就是减少我们身体的一个发炎，增加我们的一个纤维的一个摄取哈。那油脂的一个摄取，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油脂的一个品质哈。那譬如说刚刚讨论到的 Omega-3， 然后 Omega-9 这样子的一个油脂的摄取哈，建议会增加多一点，因为我们吃的坚果或我们外食或者是我们一般炒菜的油脂很多都是 Omega-6 哈。那 Omega-6 的油脂对我们身体来讲比较容易造成发炎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原则选择食物上面哈，然后来进行这个得蔬的一个饮食来执行哈。那这样子的话，连续8周的就实验上面来看，就是连续8周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它的效果就可以减少1颗的降血压的药，减少用药哈，或者是轻微的一个高血压让用饮食去控制，让它降到正常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吃法是有利于血压控制的。哇哦，就是其实刚才林营养师您讲这个得蔬饮食真的相当关键，而且相当细致的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吃。那我想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您想要改变您的饮食来改成得蔬饮食，然后尽量避免使用降血压的药物，记得一定要跟您的营养师来做非常密切的搭配。我想8周以后或许您可以这样减少1颗高血压的药物。那当然一定要记得提醒您哦，您一定要跟您的比如说您的主治医师，然后您的营养师来做进一步的沟通，千万不要自行去，因为也许你有一些肾脏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你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所以我们不太建议您自己去做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啊，或者是你自己去做这样的饮食的调整，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得蔬饮食真的是高血压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饮食方案。那么我们再讲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可能感觉好像自己血压有一点偏高啊，然后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来正确处理。所以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教授，如果说我们一旦民众发现自己的
血压有一点偏高的话，您会建议这些民众应该要怎么做呢？你像这个很多经过体检的啊，有正规体检的那个，像国家，比如说有些地区吧，如果是发现血压高的在边缘上的话，我觉得尽量的先用改变生活方式的方式，像今天我们节目分享的很多这个，包括黄营养师分享的非常这个精细了。为什么呢？当然古代呢它没那么细，因为古代它没有现代社会这个那么发达的工业和那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可能进入人体，对吧？古代相对它比较单纯，所以当时呢它就基本上《黄帝内经》的指导原则就可以了。刚才现代社会，我觉得黄医师刚才提到的得数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当你改变饮食的时候，你的血管变得年轻了，你的这个血压也逐渐下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通过改变生活饮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方式，减压，想办法去减压。这个减压当然有很多方式了，比如说运动。开头我觉得特别建议不爱运动的人，经常办公室的人，你要适当去运动，跑步就行。我们跑步的原则就是非常简单，不用特别劳累，跑的时候大概30到45分钟，慢跑和快走都可以，身上出点微微的小汗。这古代呢叫汗法，其实可以什么解毒，可以把这个皮毛腠理给它打开，其实对这个血压的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再一个，跑步可以减压呀。很多老板，如果你天天思考你的公司的事儿或者工作的事儿，你的交感神经肯定会兴奋的太厉害，对吧？它老是不平衡。跑步的时候，你把所有的工作先放到脑后，尽情的啊，就是说 enjoy， 就是说投入其中。投入其中之后，你这个慢慢你的张力啊，你的压力就下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再一个呢，当然可以，比如说有些人他太忙了没时间，你可以做点，比如说我们要打坐呀，或者练呼吸。最简单的，我现在经常鼓励很多这个我的患者朋友们，就是说你要做深呼吸，因为我发现呢，实际上刚才提到，黄营养师提到，人体有很多炎症，当然很多炎症和这个食物，我们的营养素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和慢性缺氧也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这呼吸太表浅，对吧？那么血氧交换不充分，特别在这个分子细胞水平不充分。如果你经常做深呼吸呢，那么这个有氧的环境它不容易产生很多自由基啊或者炎性的物质，就比较好。所以呢，我目前推荐这3方面，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也不增加你的消费啊，不花钱，免费的。希望大家都能做到。非常感谢2位专家，今天带来告诉大家无痛降血压的方法。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运动，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心烦意乱，其实去跑步啊，或稍微运动一下，健身房走一圈，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心烦意乱，你会觉得哇，整个 refresh 了，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我想今天呢，有关于降血压，2位专家都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方法，从饮食、生活，然后再怎么样选择食物，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更加健康。非常感谢2位专家精彩的解说，同时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您想要更健康，不要忘记来订阅99健康卡。好，今天非常感谢2位专家，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再见，拜拜。